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昨天的视频啊，韩国那个岛派论坛的网友啊 ，PCPO 又给转发了。哎呦，他帖子的浏览量比我的视频都要高。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小的这个科普频道啊，关注呢才5000多人。我是油管上啊 ，B 站才2000多人。因为最近啊只讲这个 LK99啊，所以几乎没有新的关注了啊。所以呢，我也得不断的改变，是吧？不过这位韩国网友转发后啊，好像我的浏览量确实是提高了啊，谢谢啊！你要是来中国的话，我请你吃饭。虽然我不能登录这个DC Inside 岛派论坛，因为我没有这个 DC Inside 账号啊，但是呢，你们可以在我的油管下边留言啊，我们可以交流，韩文、英文的都可以。因为这个机器翻译啊是很烂的，所以我要用 AI 来翻译这个韩文啊。那就史文超岛啊这个话题来说啊。实际上，或者说这个中韩的这个科技爱好者呀，很多看法是一样的啊。就中国和韩国的这个史文超导爱好者群体来说，我还仔细观察过啊，起码这个生活条件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是吧？如果他在为温饱奔波，那肯定不会对这个感兴趣，对吧？你想想，这个钱啊，还是要先买面包，对吧？买冷面，买烤肉，买高丽，然后再买氧化铅、氧化铜、喷枪，对吧？你比如说这个海新明，他在韩国应该属于工薪阶层的中上层吧？哎，对了，这个韩国网友啊，可以留言啊，像海新明这样的，在首尔啊，能不能买得起房呢？我是很好奇啊。我觉得他是有房的，看他那个做实验的环境。但是李石培应该算是中产吧，因为他爸爸有一座这个4层的小楼嘛，还有地下室，这比一般住公寓的可是强不少，是吧？那中国的情况呢？如果是博士毕业，几年后副教授，是吧？如果是80后啊，那恐怕在大城市可能都有几套房啊，那每套房都值韩币几十亿呢。那刚毕业的博士条件可能要艰苦一点啊，这方面呢，知乎上有各种的帖子介绍博士毕业后的这个薪资，像咱们张子立老师就自曝过啊，说每个月2-3万还不够花呢，好嘛？看来张老师的生活品味还是很高的啊。不知道那个何教授啊，咱们来自星星的何教授，他是不是在他视频里边报过自己的收入啊？那很多这个热心网友啊，你也不要有那些不切实际的奢望啊，什么吃这个吃那个，那没用的，让他晒晒工资单，看看行吧，好吧？昨天啊，我还这个听默默呀讲了一个笑话，那很好玩，说啊，这个有个韩国小朋友啊，调教这个 Gemini， 就是谷歌的那个 AI 啊，巴德。这个韩国网友啊就问这个 Gemini， 就说PCPOSOS 是谁提出的？就是金宪卓在这个 APS 上发言提到的这么一个简称。那 Gemini 啊一本正经的说，这是中国清华大学的研究推论提出的，还煞有介事的编了一篇论文，里边呢作者啊什么标题什么都有。这一下韩国网友立马就不淡定了，开始苦口婆心的调教这个谷歌 AI 啊，他告诉巴德，这个我们韩国啊，在美国的教授金宪卓搞出来的，太搞笑了这个事儿。这个我呢算是重度的 AIGC 用户啊，这半年多以来啊，我也上过很多次当，包括 ChatGPT 啊、Cloud 和巴德，都骗过我。我现在提问他有问题问他，要给他画出范围来。比如说，你给我依据英文的维基百科内容，或者呢，你依据公开发表的顶级期刊内容，比如我搜这个二甲双胍呀、斯美格鲁肽啊，我说你从柳叶刀啊，你从新英格兰什么医学期刊，从梅奥诊所的网站上给我找。特别我往往还会加一句叮嘱这个 AI 啊，你不要杜撰，真的你不要杜撰，不要给我编。我发现在这个涉及到科学史方面啊，这方面东西啊，这个人名和时间啊，这个 AI 往往会搞错，所以这方面我已经不太相信这个 AI 了。但是你要是讲这个科技的概念，比如说像一些经典的物理啊、化学理论，它还是讲的头头是道的，很有意思。我感觉 AI 啊像一个偏科的理科生，文史哲这方面可能差一些，当然写字编文章是没问题的，我只是说它好像是有一些我感觉有一些差一点啊，大家可以
聊一聊你们使用 AI 的这个体会啊。那中国网友啊，用石墨和 LK99 这个浮现的这个进展啊，又有新视频了。我们看一下 Ton 的一个新视频啊，中国网友叫 TON， 他的微信名啊，但是他的这个哔哩哔哩的账号叫 KitCode 啊。他这次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8块磁铁啊放到冰箱里边，把它做的这个全悬浮的样品呢，用纸来看一下，他发现呀，在冰箱里边啊，这个应该是能穿过4张纸啊，就是悬浮物，看到了吗？这个全悬浮的这个片儿和磁铁之间能够过4张纸，而在常温下只能过3张纸，就是在其他的这个在冰箱外，这是他做的一个视频，很好玩，大家看到了吗？全悬浮在磁铁上，这是石墨和铜掺杂铅磷灰石材料这么一个混合的东西。那具体石墨占多大比例还不好说，它这个可能和吃大师的比例略微有差异，而且他做的这个非常薄啊，特别薄和特别轻。那现在呢，他还做其他实验，想用液氮来测一下它的这个电阻，现在呢还没有结果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用石墨和这个铜掺杂铅磷灰石在一块烧，它表现出一个完美的热解石墨的特征，但好像比热解石墨可能飘的还更高一点，所以这方面啊还是很好玩的。中国网友呢还在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复现啊，不叫复现了，在烧这些东西。这是石墨，就是我们叫原石的这个合成类的这个视频的一个新的进展啊。那下一个话题啊就是学习时间了啊。这个大家别说话啊，也别看手机了啊，声音调小点是吧？我们学习一下科技部的新文件啊。这个科技部是什么新文件呢？很有意思的新文件啊。我们说嘛，我们是科普频道啊，所以呢，要聚精会神读论文，一心一意看文件是吧？那关于这个科技部的这个文件啊，有很多别的解读。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报道的原文啊。那么科技部啊是科技部监督司编制的负责任研究行为规范指引2023，以下简称是指引，在近日印发，从研究选题与实施、数据管理、成果署名、同行评议、论理审查、监督管理等11个方面，对科研人员啊和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医疗卫生机构、企业（以下统称为科研单位）提出了开展负责任研究普遍应该遵循的科学道德规范啊。那指引指出啊，研究选题应坚持4个面向，突出问题导向啊，符合科技伦理要求和科技安全规定，避免简单重复或低水平研究，避免脱离实际或盲目追求热点，不得开展法律禁止研究。那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啊，特别涉及到事实和观点等关键内容，应明确标注并说明它的生产过程，并确保真实和尊重他人知识产权。那这个指引明确说呀，对其他作者以标注为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一般不应作为原始文献引用，确需引用的应该加以说明。那针对备受关注的这个成果发布问题啊，这个指引强调啊，公布突破性研究成果和重大研究进展，应经所在科研单位同意。那未经科学验证或同行评议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不得向公众传播，不得将已发表的论文或其中的数据、图片再次发表，不得将多篇已发表的论文各取一部分拼凑出新成果发表。指引还指出啊，开展涉及以人为研究参与者、涉及实验动物以及不直接涉及人或动物可能在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公共秩序、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带来伦理风险挑战的科技活动，应按规定进行科技伦理审查。开展涉及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等紧急状态的科技活动，应遵守科技伦理应急审查程序及相关要求，不得以紧急情况为由回避科技伦理审查或降低科技伦理的审查标准。开展学术交流，应发扬学术民主，尊重首创，坚持公开透明，
不得利用自身权威地位或掌控的资源压制他人的学术观点。这个指引强调啊，对外科技交流和合作中需要提供相关数据的，需按相关要求履行报批程序，严格遵守科技保密和特定研究成果发表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这是根据科技部的这个所谓的指引。那么这么一个介绍啊，我们先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很有意思。第一条留言是什么呢？我建议坏人不要欺负好人，给你点个赞，留言留得太好了，是吧？你说中国的网友啊，他就是有才，是吧？你看这个很聪明，总能在这个防火和点灯之间啊找到缝隙，是吧？第二个留言是呢，这件事啊需要限制学阀，而不是简单的发文。就是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实施呢？你看有人提出来了吗？你这个规定如何执行啊？是吧？这就给我们提出个问题，这个东西怎么执行啊？这个指引你是指了我们怎么走呢？所以这个事儿呢，你说很多朋友啊说这是不是和我们最近的史文超导有关系啊？我觉得关系不大。大家想想，科技部发这么一个全面的文件的指引，不是一天的事儿，也不是一周的事儿，最少得半个月、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是吧？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并不具有对我们这个比较感兴趣的史文超导 LK99的这个针对性。但是呢，你要说没关系，也有点关系。比如说，像知乎上一个热点啊，1000多万次的这个关于这个论文的热点，那这个事儿呢，可能也有点关系。但是啊，我觉得这个论文出台啊，它肯定是个既定的时间。就是碰上了，就是这么巧。而这个指引呢，我个人感觉更像是一种宣传啊，或者是一种尽职的声明，是吧？我说了，看我让你们啊，要遵循这个科技伦理和道德规范，不得这个擅自发表，是吧？你看我说了，你不按这个来，我已经尽职了啊。其实这个事儿说到底，你比如说怎么执行啊？怎么限制学阀呀？是吧？你让下边这些小博士们给学阀提意见吗？你这就是一群老鼠让商量好了怎么给猫系铃铛嘛，对不对呀？所以我觉得呢，你说这个事知乎受不受影响？应该受点影响的，因为这里边大家提到很多具体的东西啊。你看这个事儿就说得很明白，你看就是已经发表的论文内容啊，不得再次发表。这个很好玩。你看啊，科研人员不得向公众传播未经证实的研究成果。就是老百姓，你懂什么科研啊，是吧？这个真理啊，不能轻易的，是吧？乱传啊，这个法不传溜儿。另外呢，就是说，你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同行评议啊，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你别瞎逼逼啊！知乎上发图片什么的，绝对不允许的。你看，这对知乎是有受影响的。但是呢，这事儿啊，我觉得还是一种选择性的东西。法规可以制定的很严格，但是执行起来呢，选择余地还是很大的。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下边留言啊。我觉得呢，这个事儿吧，和我们昨天说的那个也有关系。昨天说什么了呢？昨天说 Nature 和麻省理工评论都把这个 LK99史文超导事件列为2023年最糟糕的科技进展并且在英国卫报的10大科技进展里边 LK99列第8，也提出了这个批评。那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你看人家这个指引呢，就在一定程度上做了防火墙。啥意思啊？你将来如果中国也有这么一起炸糊的事件，比如说我们我就不提哪位韩老师了，是吧？那个原来那个准诺奖事件，你看我们就科技部已经发过文了，他还顶风作案，对吧？我没有责任。我觉得这个东西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这些了。好吧，这是咱们学习时间结束了。学习完之后呢，我们看点真的东西啊。前2天我们讲了老金同志的谷歌学术数据在韩国的导派论坛上也有人转发他的学术数据我没仔细看是笑话他还是崇拜他，是吧？实际上这个学术引用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的参考数据，并不能说明他近期是否有比较高的这个科研成果，对吧？有些年轻人刚毕业的博士处于学术的上升期，那引用的数据并不高，它不等于他没有学术影响和潜力，对吧？
那老金同志整体来说呀，还是属于学术水平比较高的科学家。那用咱超导理论里边这个电子跃迁可能讲得更清楚。比如韩国和美国比，那整体实力谁强啊？那当然是美国了，对吧？所以老金同志能在美国的威廉玛丽学院能有教授职位，这就和电子啊从低轨道跃迁到高轨道一样，肯定是有一定水平的。所以单就这个 LK99 或者 PCPOSOS 这个研究是否靠谱这个事儿啊，并不能因为他的过去我们就完全相信他，是吧？但起码呢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你看，实际上这几天啊，老金同志又刚刚发了一篇 APL 的论文，把韩国网友整得一愣一愣的。一看，我操，不是史文超导，我们看一下这篇论文啊，不是史文超导的，而是莫特绝缘体的。这个金教授啊是研究莫特绝缘体起家的，他的重要论文啊都和这个相关。这篇啊发表在 APL Materials 上的论文题目叫你看，基于氢中子金刚石的拓扑莫特晶体管实现了高电流密度。这个氢中子金刚石，这个一开始我也听着一愣一愣的，我大概猜了意思了，搜了一下，氢中子金刚石啊叫 hydrogen termination 啊，它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金刚石表面中结未结合的碳原子的键位和氢原子。具体来说呢，就是天然金刚石啊，或者人工合成的金刚石，它的表面呢会存在一些未和其他的碳原子成键的这种旋键，Danglio bonds 啊，这些旋键中的碳原子啊，它处于高能状态，极不稳定，处于空窗期，欲望比较强，所以氢中子呢就是用氢原子来消除这些碳原子的旋键，勾搭上，使每个碳原子呢都与氢原子成键，达到稳定状态。这时候的金刚石表面啊就终结，不再有活性的未结合的键位。所以呢，氢中子金刚石指的就是通过氢原子和金刚石表面的碳原子成键，消除了表面碳原子的旋键，使金刚石表面啊稳定下来。这个金刚石，那这个处理呢，可以显著的改变金刚石的很多的这个性质，是研究金刚石这个材料的关键的技术之一。那这篇论文啊，就是基于氢中子金刚石做的研究啊。这篇论文啊，它就展示了HTD 就所谓的氢中子金刚石啊 ，HTD 就是氢中子金刚石，是吧 ？Hydrogen termination diamond 啊，它就是展示了氢中子的金刚石基晶体管中啊高载流子密度和高电流密度的起因，它是因为表面局域的莫特金属相。主要的这个结论是这样的啊，它是通过对这个耗效应数据的分析啊，老金同志发现呢。HTD 表面存在类金属的高载流子浓度，大概是 2.5 乘10的13次方平方厘米每平方厘米，那满足莫特的金属化标准。这表明呢 HTD 表面啊存在约 1.6% 的金属相和 98.4% 的非金属相。那这个作者呢就计算了，当表面的载流子密度为4乘10的13次方每立方厘米的时候的电流密度啊，可以达到 3.52 安每毫米，远高于已有的这个实验成果。这表明呢HTD 晶体管的电流密度啊还有提高的空间。老金同志还提出啊 HTD 表面的局域莫特金属相可以大大的降低晶体管通道的电阻，导致呢高载流子的和高电流密度。基于这个原因啊，这个晶体管呢就被解释为莫特功率晶体管。考虑到这个 HTD 的自旋轨道啊，它的作用和具有金属表面态的绝缘体体质，作者呢老金同志把它解释为一种不均匀的拓扑莫特绝缘体。那这个研究啊，就为研究和利用 HTD 基的晶体管的这种高电流密度呢提供了一种机制，为将来设计高功率高频率器件就提供了指导。所以老金的这篇论文呢，通过对这个实验结果的剖析啊，原创性的提出了 HTD 晶体管高载流子和电流密度的起因，并给出了拓扑莫特绝缘体的解释。那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理论和应用贡献的。那有人说了，那这个和史文超导有关系吗？那从这个高载流体密度上看啊，还
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啊。因为论文提到啊，氢中质金刚石就是 HTD 表面存在局域莫特金属相啊，可以实现高载流子密度的这种机制，就和实现室温超导呢提供了新的思路。那 HDD 啊，就是这个氢中质金刚石啊，因为它是一种不均匀的拓扑莫特绝缘体嘛，它和近年来比较盛行的这个拓扑超导研究呢，它是契合的，它就为探索这个 HDD 潜在的这个拓扑超导可以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另外呢，展示了这个 HTD 的这个机场效应管啊，可以实现非常高的这个载流子和电流密度，这对实现室温超导相变温度这个 TC 也有点关系。另外论文呢也分析了 HTD 的这个自旋轨道效应，这也和超导理论是密切相关的。另外呢，就是老金同志老本行，就莫特金属超导相的这个转变机制，它就跟探索室温超导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所以呢，这就是上面我们对老金同志这篇 APL 论文的一个简单介绍。另外在这个 DC Inside 的导盘论坛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我们大家看看啊，就这个表啥意思呢？他说这个他分析的逻辑是这样的，有点阴谋论，但也不是说一点也可能也没有啊。根据这个帖子的内容呢，大概意思是说他说李世培在8月8号申请了专利，但是在8月3号呢已经申请了 PCP-OSOS 就是没有公开，这个专利没有公开。他在这个导盘论坛帖文里说呢，他说在铜掺杂之前LK999是绝缘体，对吧？那铜掺杂后发生了绝缘体到金属的相变，然后呢再发生金属的超导相变。这里边需要注意的重点是呢，后边的金属到超导相变的部分这部分这个原因似乎是因为硫引起的，硫掺杂引起的。也就是说呢，有铜掺杂，原本是莫特绝缘体的 LK99 发生了绝缘体金属相变，它具有金属性质，然后又硫掺杂又发生了金属超导相变，变成了超导体。所以 DC Inside 的贴文的意思是说呢， LK99 通过铜掺杂变成金属，然后通过硫掺杂呢变成了金属超导相，就变成超导体。当然呢，我不懂韩语通过这个翻译后我理解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懂韩语的朋友或者韩国网友呢可以给我指正，欢迎评论。那么他后边说的这一项就是所谓金属到超导性的转变。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的我的一个视频，包括知乎也发过，就是有一个邮件，就是有人把这个中科院的论文发给老金了，老金回了一篇，在那个论文上还手写了一些东西，打了对勾那箭头，说莫特绝缘体到金属的转变，金属到超导性的转变，他还写了一个页面，我一会儿会把这个视频链接放到我这个视频的右上角你们可以点开会弹出来。那么中科院解释的是硫化亚铜造成的。那现在呢，老金的意思不是老金的意思，就这位韩国网友猜测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当时就知道这事，他故意不说，那诓大家了。实际上呢，8月3号那个专利就未公开的专利就已经说了这个 PCP-OSOS 就是硫起到作用，它只是没有公开。这个事儿吧，我也没法核实所以但是只给大家做个参考，就到底这个硫在里边起到什么作用，大家可以就是说我们后续再观察一下，对吧？那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那么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在你喜欢的平台上转发。再会，拜拜。